我承认你长得很可爱，但是你1983年出生的，太老了。欢迎来到决战萝莉之巅第2期。上期视频跟你们说不要在评论区发萝莉，没想到一个比一个勤。本期节目统计了被点赞最多的萝莉排名，看看最受大家喜爱的萝莉是谁吧。第17名小忍，来自物语系列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21。有时候你必须要承认，小忍确实是有统治力的，而且不管什么体型的榜单，萝莉、少女、御姐、小忍都能放进去一战。第16名蔚蓝档案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22。档案参赛就全秒了，道理是这个道理吧？但凯基我在蔚蓝档案里最喜欢的其实是丽英还有大金毛，并列第16名。要听爸爸的话，全员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22。要不是评论区里有人提到这个动画，我都快给他忘了。虽然名字听着怪怪的，但本质是有点温馨的带娃动画。第15名楚鹤爱，来自龙王的工作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28。龙王的工作在这次统计里镜头相当的多，说实话，楚鹤爱也就是年龄被限制了，不然真不知道空影子要怎么赢。如果你给楚鹤爱设定成八一老爷相仿的年纪，那张赢不了的图就只能是真的了。第14名风伴大河，来自龙与虎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36。隶属丁公司盟的老牌劲旅，当年人气是相当夸张啊，可惜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加速，龙与虎的评价都走低了。话说现在大伙儿对大河是什么看法？我有点好奇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角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第13名艾拉，来自可塑性记忆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40。艾拉确实很可爱，但我没记错的话，她不是机器人吗？这要算作萝莉吗？当时看这动画手，第1集看的我那是泪流满面啊，看了几集之后发现套路有点重复，就没看下去。只记得有艾拉这么个角色在当时人气还挺高。并列第13名全子方，被提及3次，点赞数40。没想到大伙儿还有这么多人记得全子方。我一直觉得生女当如全子方这句话是一句很老的梗了，老动画能作为表情包赛博永生也算是一种热度的传播吧。第12名霍霍，来自崩坏星穹铁道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41。崩铁的老角色了呀，只记得当时霍霍的剧情做的还蛮好的来着，明明很可爱，但我没抽到。很长时间没玩崩铁了，我看现在都有初音未来唱歌了。并列第12名喵 pass， 来自悠哉日常大王，被提及3次，合计点赞41。当年喵 pass 这句口癖可是相当的火啊，到哪儿都能听见用这个当鬼畜素材的，相当治愈的日常动画了。毕竟是日常动画，能火一个角色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第11名伊利亚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46。很标准的萝莉角色，就是漫画后面朝着独断万古狂奔了，实在让人有点难崩。而且这个动画前期有些情节相当露骨，以至于前段时间我每次听说魔音漫画动向的时候，有一种被骗进去杀的感觉。我当年怎么就看了这个呢？第10名格雷修，来自崩坏3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53。小格雷修确实是非常可爱啊，长大了也是亭亭玉立。崩3确实是很久没玩了，但当时往事乐土的剧情说不震撼，那肯定是骗人的。格雷修和科斯摩的互动那也是相当有趣，真想要一个没打过乐土的脑子再打一遍啊。第9名夜叉神天一，来自龙王的工作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57。龙王的工作再添一人，说一个没啥关系的，我看着天一的时候总会幻视成出包王女里面的涅梅西斯，明明除了黑头发之外没啥共同点，但就是会看错。第8名香风之奶，来自请问今天要来演兔子吗，被提及3次，合计点赞66。说实话，你们别看现在这个动画经常被用来剪卖萌片段当卖萌表情包，要照这动画出的时候是2次元里骂费萌骂的最狠的时间了，而偏偏这动画在费萌里最能代表费萌。第7名夏绿蒂，来自龙王的工作，被提及1次，点赞数74。龙王的工作神了，真的是盛产高人气萝莉啊，金发基本上就是欧美人了，这也算是日本动画的公共幼试试了。说实话，看欧洲人下象棋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违和。第6名四米奶，来自约会大作战，被提及3次，合计点赞89。虽然评论区都在说四米奶老了，但是吧，人家长得小呀。不过作为后宫番里的萝莉角色，基本上就没啥很活跃的属性，有一种往墙角一缩看别人抢主角的感觉。第5名谭雅，被提及3次，合计点赞92。我是真的没想到谭雅的镜头会有这么多，点赞的人还贼多，讨论的人也贼多。我很好奇，你们真的喜欢这个吗？第4名河泉沙悟，来自埃罗芒阿老师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116。沙悟确实是值得这个名字啊，完全不出门的话
师神级家里蹲，是自己房间门都不出的那种。出于戏剧性冲突的需要，同时还是他哥写的小说的插画师，这不巧了吗？要不你俩是兄妹呢？福建老贼也是终于醒悟了，妹系作品怎么能写师妹啊？你又不是理界的东西。第3名白来自游戏人生，被提及3次，合计点赞114，空白一期绝不会败北，标准的冷面萝莉，设定中是高智商的天才，到了一种什么都能算的程度，甚至比过猜路口下一个会路过什么人。超长的头发和小巧的身躯达成了完美的平衡，所以我游戏人生第2季呢。第2名基版奶爱来自天使降临到我身边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190，这个真的很可爱呢，很有活力的一个小女孩，说话也非常直球，表情包也很好用。该说不说，这个动画确实产出了非常多的表情包，而对于基版奶爱来说，随便一节那就是表情包。第1名碧翠丝来自 RE 从零开始一些的生活，被提及2次，合计点赞889，确实是很意外的结果。看样子 RE 零的人气是真的很高啊。碧翠丝确实一个很惹人喜爱的萝莉角色，特别是那个傲娇里面，傲的占比很低，娇的占比很大的性格构成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傲娇塑造，没有一点点会让人讨厌的感觉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榜单点赞只统计了5个点赞以上的评论，筛掉了很多存在风险的作品。那么结尾的问题，我们就来换个方向吧，你最喜欢的御姐角色是哪个呢？在评论说说吧，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